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的6月24日，好几天没有录视频了啊。那么有的网友呢又给我发邮件，希望我呢能够录视频。我发现有的网友啊，就是他比我还着急啊，像我的老师一样啊，就在后面鞭策我、激励我啊，好像有些天啊没看你录了，就跑来说，哎，你快点录个视频吧。其实本来呢，我是想录的。我这段时间呢，一直每天呢就在后面的那个海里面游泳啊，就下午去游泳。那我有的时候呢，我也把这个麦克风啊带着。我想呢，就是等我游泳游上来以后啊，我人是不是看起来会精神一点、瘦一点的时候啊，我要录个视频。但是呢，呃，等我游完泳上来了啊，要不就是浑身湿漉漉的，要不就是感觉周围人啊都盯着你看啊，我就有点不好意思啊，所以呢，还是在今天这样的一个早晨的时间呢，我来录一个视频。那么今天这个视频的主题呢，想聊一下移民的内容啊，就是很多人移民为什么失败，以及呢，我想分享一些就是我自己的一些经历啊，就是关于移民的经历。那么我一开始啊，其实我也是学习别人移民，也花了不少钱，花了不少时间啊，到了一个陌生的国家，也不会说当地的语言啊。我前几年那个时候我才40岁都不到，我的这个头发都是，本来我头发是乌黑的啊，后来我来了这个欧洲，来了西班牙，短短的2年还3年吧，我头发就变白了啊，就很焦虑。那么后来呢，反正现在吧，我的头发最近我一看啊，我老婆也说，哎，怎么你头发现在又全变黑了，白的头发都没有了啊？所以啊，确实也是很神奇了，因为现在我都40多岁了，对吧？就人在慢慢的在变老啊。那我觉得移民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规划啊，这个是最重要的，因为很多人其实失败啊，包括我自己，为什么一开始很焦虑？其实我就是没有一个很好的规划。当然了，就是你没有到一个，就你没有到一个地方你去过，这个去就是说你不了解这个地方嘛，对吧？你很难就是一下子，呃，就是真的了解这个地方。很多东西你都是想象的啊，或者说你听别人说的啊。那有的人他成功，其实我觉得，比如说很多有钱人，对吧？就是我说的不是一般的有钱人啊，我说的超级有钱的人。那么很多超级有钱的人，他的移民的成功啊，他过得很好。我后来想想看，其实不是说这个人有多聪明，是他有钱，他有钱他就可以运用他的超能力，是吧？这个钞就是那个钞票的钞啊，那么他就可以雇佣那个当地的啊，比如说各方面都是最顶尖的啊，什么税务规划师啊、律师啊，或者移民专家呀，就帮他制定一个很好的方案啊。那么对于普通人或者说稍微有点钱的人，那么这个就难度很大。反正就像我啊，我就没有这样的能力，所以呢，可能这个我觉得就是规划的一个问题啊。但是呢，呃，我们也会啊运用一些就是普通人的办法，对吧？比如说我们去网上看看视频啊，看看在那边生活的人怎么样说的。很可惜的是啊，就是大家其实说的情况啊，我认为大部分的都不是特别的真实啊。就像比如说吧，比如说大家都会把自己的生活呢说的比较好啊，因为人都不愿意承认自己的失败。人就比如说别人说你不好，就像有人说我不好，我听了就会不高兴。其实，在屏幕面前的你也是的，
谁要说你不好，你心里面肯定会不高兴，对吧？更别说你自己要去说自己不好，那就更难啊。这个需要一段时间的这种锻炼啊。就我自己也是的，就是其实我有时候，比如说我每每想到下一步啊该怎么办，我也会就是会回忆嘛，就会回忆一下，就是我到底这一步走的对不对啊？然后呢，我也听不进别人对我的这些说法，比如说我太太她也说啊怎样怎样，那我也会听不进的，我也会觉得坚持自己的看法。但是这些年就好了很多啊，因为我觉得这个也是你独立的在陌生的国家去生活，你很多事情你就会面对现实啊。当然我很高兴的就是我我很早的啊我就改变了啊，然后改变了以后呢，我觉得对我来讲就会有帮助啊。所以呢，就是我觉得一定要找到靠谱的人啊，就是告诉你当地的情况，然后呢，给你一些更多的建议啊。我觉得这个特别重要。就像有的人，其实我以前有段时间有很多人问我移民的这个事情，有的人他想的很好的啊，他说我在比如说中国啊，他说他是做中国传统美食的，比如说像什么点心啊，或者包子啊，或者说他有一个小手艺啊，什么他会手机贴膜，会修手机，是吧？那么他说我能不能到欧洲来啊？我看到网上很多视频，说外国人都排队啊，要买这个中国的美食啊，要买他吃的这个东西，然后修手机啊，一天的营业额可以赚几千几千欧元啊。他说他也想就是过来做这样的一个业务。那么我当时我一听啊，我就问他，那我说那你的这个语言能力怎么样啊？他说我没有学过英语，也没有学过西班牙语啊，就是我也没有什么文化教育经历啊，可能就是高中啊或者大学也没读过，对吧？就反正这样的人是有好几个啊，跟我说的。那我说你到这边来，就按照你说的，你要去开个店，那你怎么去找店铺呢？你怎么去跟人家还价呢？怎么去开这个店呢？开了店以后，顾客来了，你怎么跟他讲呢？你怎么跟他就是接待呢？还有就是日常生活当中的各种各样的问题，你生病了怎么办？你怎么找医生呢？就是很多。他说那我可以学啊，我可以去学这个语言啊。所以啊，这一切就是什么？就是源于冲动。很多人呢，其实他就是看到一些视频啊，讲的特别的美好，可能有些视频我认为它都是有水分，对吧？比如说如果真的这么多就是外国人他那么喜欢吃中国美食的话，那现在这些大街上的店比例肯定是不一样的，应该有很多都是中国的美食店，对不对？但是我们看到的很多店啊，其实都是改良式的中餐啊，而且它的价格也是普遍的是很低的，它都比就是本地的西餐价格还要低啊。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是一种资讯上的一种误区吧，啊，这种误区。那么所以呢，我觉得就是在你真正的要考虑一个移民的计划的时候，一定要规划的好。包括我自己现在，其实我也在规划啊，因为呢，其实我们住在这个海边啊，住了这么多年以后呢，我也有点不想住在海边了啊。那我也在想，现在有两种选择，一种呢就是比如说我又搬到其他的欧洲的一些国家，或者世界上其他的一些国家啊，我想去一些，比如说巴黎啊、纽约啊，或者说马德里啊，或者说东京啊，对吧？啊，我想不一定要在就是这些中心城市的
最中心的地方啊，但是呢，可以在这些城市的郊区啊，因为这个呢就是我觉得对我还有对我的孩子啊，他未来的教育，他接触的环境啊，他的朋友，反正就他的成长吧，就简单的来说，我认为会有一定的好处啊。因为如果一直在一个比如说就是现在我们待的地方，虽然风景很优美啊，然后经济活力其实也还可以，因为这是一个算是在这边是一个比较热门的一个旅游的地方。但是呢，它就是我认为长期来讲，对教育啊、对医疗啊、对孩子未来的选择啊，或者说对我自己，就像有很多朋友经常说要来西班牙来看我，但是呢，他们一听啊，你住在这里，他们就会觉得有点远，对吧？因为大家比如说去马德里、去巴塞罗那这些大城市，可能人会比较多一点啊。所以呢，我也有些住在欧洲的朋友，比如说我有些意大利的朋友，我有些法国的朋友他们也都是住在巴黎，住在那个米兰。那么之前也一直网上说要约了好久了，但是呢，我都看到就是大家各自忙各自的生活然后就没有相聚。我想了一想，其实还是一个距离的问题所以呢，这个是我现在规划的一种选择。其实，在去年，我还是很想去，就是那个叫什么塞浦路斯我当时说我也要塞浦路斯，因为那个塞浦路斯呢，也是这个就是这个叫什么，这个地中海也是这样的海边的生活，然后呢，也挺好的但是我现在想想看呢，到塞浦路斯去，其实跟我现在的这种生活的情况也差不多，对吧？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最近呢一直在看一些书就是有一个作家是英国人他写了很多他住在法国的简单的说就是他这些书的系列呢，就什么山居岁月然后什么重返普罗旺斯就这些书就写一家人，那么他们搬到那个普罗旺斯在山里面过的那种非常非常世外桃源的生活。那么有很多作家艺术家这些人呢，他们也会这么做我也很向往，说句实在的然后呢，我也看了不少那样的房子，因为在那些山里面呢，这种好大的一栋的这种房子比如说300平米400平米然后还有一两千就是土地这种花园什么的而且这房子并不贵当然了，就是使用的成本可能会高一点，对吧？就是你要去装修你要给它改造成什么太阳能空气能地暖地冷这种，就可能你要花上一笔钱。但是呢，在那里呢，就可能你就舒舒服服的过着这种世外桃源的生活这个其实我很向往因为我目前其实我们的生活也已经就是转向成为就是投资理财，对吧？就是靠投资理财呢来维持生活也不是说要去打工或者做一些什么生意。但缺点就是什么呢？缺点就是说，这个对我们大人成年人来讲，可能是不错的一种向往的生活。但是孩子怎么办，对不对？那孩子如果在一个这样的环境里面，
可能他接触的人比这边更少，在这边可能他还有一些朋友啊，有一些朋友，到那边可能就朋友就变更少了啊。然后他可能接触更多的是自然，是森林，是动物啊，那教育的质量啊，所以各方面的其实考虑的东西也是挺多的啊。当然了，就是我觉得。我觉得有很多教育可以通过网络进行，对吧？因为现在是一个网络的世界啊，你比如说通过视频啊，也可以为他找到非常棒的老师什么。但是呢，比如说有很多这种夏令营的活动啊，或者说一些活动啊，那可能要去不同的国家。那么你那种地方，你到飞机场的地方转机啊，各方面啊，都是不方便啊，就反正就是这样的一种情况嘛。我最近也是反复的为这个事情啊，我在思考啊，因为这个决定一旦是就是你要选择的选择的不好呢，你又是要花很多年，要花很多钱啊，就像我之前的做的决定一样啊。所以吧，我就说规划这个东西很重要，这个绝对不是简单的。就像我现在其实都是想象，但实际上你不管做哪种选择，你都会面对很多不同的新的问题啊。这个就是一个规划啊。我就举一个例子，第二个呢就是语言啊，语言其实真的是很重要的啊。很多人啊，他们问我，他说你有没有去考 A1啊、A2这些证书？其实我觉得大家要有一个概念啊，就如果是所有的想移民的人，如果就是你接受的是高等教育啊，就是你是读过大学，那么我可以说你大学4年的那种证书啊，其实是就是说你学这个专业啊，那么你在这个你自己的国家的时候，这个是有用的啊。你掌握一门语言对他们来说，但只是其实很初级、很简单。就如果你要移民，你到另外一个国家去的话，那么这种级别的证书其实是完全没有用的。你像在西班牙这边，比如说你最少啊，我觉得要掌握 B2，然后 C1到 C2是最好的啊。就 C1、C2，我觉得你在这个国家生活、生存或者说找工作啊都是没问题。但是你如果只是个 B2的话，你只能去读书。就比如说你现在要去大学啊，你要去读书，那么学这门课的要求，就老师要求就是你有 B2，但是你有了这个 B2证书，你只能进这个课堂啊，你只能去学，你都听不懂。如果你说你只是一个 B2，你想去公司找一个工作的话，那绝对是不可能的啊，因为你的这个语言要求完全达不到别人的要求，就别人的要求就是什么 C2，而且就算你是 C2，你跟母语级别的人也是差距很大，除非你还能掌握几门语言，比如说你的英语 C2，西语 C2啊，然后你又会中文，那么有可能你在这边你能找到一个公司里面的就是 office 啊，就是一个白领的工作啊。那不然的话就是，你就要自己做生意。你自己做生意，当然对你的语言要求就没有那么高了，对吧？但是，实际当中啊，你会面对很多挑战啊，这个就是不同的。那么当然有的人也会说，很多年以前那个时代，就是老的移民啊，他们过来的时候，他们没文化啊，也不会语言，怎么人家也开饭店、开什么超市，对吧？因为这个是一个时代的不同啊，时代的不同。就像过去，那在房地产非常好的时候，那你在中国这个房价就拼命涨，为什么现在这个房价就不涨了，反而跌了很多呢？是不是？这个就是时代的不一样，就你不能拿过去跟现在去比。在过去那个时代，欧洲的经济非常好，然后大家都是
不愿意去干活，福利也非常好。那么这个时候有新生的劳动力啊，那么他们就觉得很多东西就没有那么大的竞争。你像现在也不像过去那么开放了，现在的移民政策全球的这种对待移民的态度，也跟过去那些年是完全是不一样的，对吧？就那个时代，各种各样的政策各种各样的这种开放包容现在也是大家都是更民族主义，大家就是更想让自己过得好一点那么让自己过得好一点的原因就是竞争变大了，就是现在过得没有过去好了嘛，对吧？经济没有过去好了，是吧？全球的经济都因为地缘政治，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就变得没有过去那么好，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但是呢，就是如果你真的把语言能掌握几门语言，然后都学到 C 级，那么这个就是你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帮助我很惭愧就是我这么多年，我到现在我的语言能力也是很弱我只能讲很少的几句话，这个我实话实说，我不像有些人喜欢吹牛，我很惭愧就我跟西班牙人基本都不聊天，就我基本能聊天的都是一些就是讲英语的人，对吧？因为我英语还行但是西语实在是很烂。但是呢，我太太西语还行那么她呢就是想学就是 C1 C2那其实我也跟她说，我说我们未来不一定会在西班牙的，其实你为什么要去学她说就来都来了嘛，就去学一下这个我也认同所以就是我觉得语言是很重要的尤其是未来万一就是移民的政策发生了很多变化，那么你越是掌握好的语言的人，你的生存概率，你的机会就更多。如果你就不会语言的那你就算你是待了很多年，你把钱都花完了最后就你也会越来越困难这个就是今天我就随意跟大家分享一下吧有什么下次再聊，谢谢。